大家好，我是塞卡，我是 You。欢迎来到塞卡的 You 的部屋。世界の You の部屋へようこそ。今天的这支影片会介绍 You 他来到台湾之后觉得很喜欢的3件事情。虽然我有很多喜欢台湾的地方，不过今天很努力的选3个。然后他会从第3名、第2名、第1名开始一路介绍下去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耶！第3名，不同年龄之间没有隔阂。我来台湾之后，真的这么觉得。因为，台湾人不太会问年龄。确实不太会问。我也没有，几乎都没有被问过，而且我也不会问。如果在日本的话，认识新的人的时候，很多人会问，几岁？然后听到对方的年纪之后，决定要不要用敬语讲话。对，相信有学过日文的人都知道，日本人他们很重视敬语，他们有敬语的文化。对于不熟悉的人或年纪比自己大，或是自己的上司，一定是要用敬语的。对啊，而且我有发现那个新闻还有报纸有名字有人的名字的话，后面绝对有看过，然后里面有写年龄。对，在台湾没有吗？在台湾我是没有看过，而且挂号的话一般是写日期，就是说今1月10号这样子的感觉。所以我一开始看日本的新闻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奇怪，怎么后面要写日期呢？是什么名字后面要挂号日期是什么意思？对呀，好像其他国家也没有那么在意年龄，所以听说日本人最在意年龄的国。因为不太会问年龄，所以比较好交朋友。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很难认识跟自己一样的年纪的人吧。大概认识的新的人是比自己大或是比自己少。不过要在意年纪的话，感觉关系不会变那么好。不过在台湾的话，大家都不在意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的很好的朋友们几岁，他们也可能不知道我几岁，所以比我大5岁、比我小5岁的人都是差不多的感觉。对，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甚至比自己大10岁、比自己小10岁的也都可以当朋友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不过在日本的话，因为我我还是高中生还有大学生的时候参加了空手道社团。空手道社团的上下的关系比较严格，所以比自己大1岁的话，感觉是哈哈，先輩、学姐、学长，我来做，你做着就好了的感觉。所以我的想法来台湾之后有一点变了。现在的话，なんていうかな，比较好交朋友。确实。でも回去日本的话，还是用日文跟日本人讲话的话，还是多多少少在意。总之，在交朋友上面，在台湾比在日本比较好交朋友。没错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第2名是家事很轻松，尤其是在煮饭方面很轻松。为什么在煮饭方面会很轻松呢？因为如果在日本的话，还是在家里煮饭是很好的事情。不过在台湾的话，因为外食很丰富，而且比较便宜，然后台湾人没有什么一定要在家里煮饭的那个概念。对啊。所以想做的话可以做，不过很忙，不想做的话不用做，这样子比较轻松。而且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台湾，就是先生跟太太都要工作。如果只有先生工作的话，很难养起一个家。可是2个人都工作的话，没有人煮饭，所以变成说一定有一个人常常去外面买东西回来，然后大家在一起吃。不过我觉得在日本的话，就算太太跟先生都有工作，还是其中一个人在家里煮饭所以
通常是女生，所以超级辛苦，真的忙得不得了。所以来台湾比较轻松。虽然我很喜欢煮饭，不过很累，工作比较忙的时候懒得煮饭。那时候，可以说，在外面吃饭吧，还是外带回来在家里吃吧。这样做也完全不是不好的，是普通，所以超轻松。而且其他家事的部分也是男生比较会做家事吧，应该从小培养这个习惯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从小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家只有我跟我弟弟都是男生，那我妈就会叫我跟我弟去就是一起做家事，所以我已经养成做家事的习惯了。那家事的部分的话，可以做的人就做，对，这样子，所以不是一定要谁做这样子。就是可以做的就做了，就像又在煮饭的时候，我也会主动帮忙洗碗这样，能做我就帮忙做，还有丢垃圾，这个算是我比较擅长的，我就做。所以在台湾生活不错吧？对呀，在这个方面超级轻松。最后第1名是台湾人很亲切热情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一个是台湾人的话，人跟人的距离比较近。如果遇到困难的话，很愿意帮忙。比如说，我以前骑脚踏车去捷运站的时候，不小心跌倒。那时候因为是一个人，所以超害羞，而且超痛，没办法一个人起来。那时候看到我跌倒的人，马上跑来我这边，然后帮忙我起来。然后跟我说：“你没事吧？你小心骑脚踏车哦。”真的很温柔。不过如果在日本发生同一个事情的话，可能大家把这个事情当作没事，可能走过去。真的假的？可能是因为有很多人的话，大家就觉得可能有人帮忙去帮忙，所以自己不用主动去也没关系，很有可能。不过在台湾的话，真的大家很愿意来。然后帮忙，不是只有这个，还有很多事情。还有什么事情？还有呢，以前我跟一个日本女生朋友去咖啡厅吃饭的时候，就算我们没有我们只是点饮料，不过店员拿那个蛋糕比较大的蛋糕上来，然后这个蛋糕上的盘子上面有写台日好友。所以是招待嘛？招待免费的吗？对啊，也太好了吧？对呀，所以我超感动。他只是知道我们是日本人，就准备这个蛋糕，而且特地写台日好友。我真的很感动。对，我也觉得台湾人对日本人真的很好。然后我还有听说过有一个事情，就是有一个日本的朋友，他就是去台湾的南部去玩。然后那时候好像他说他在等公车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个人旁边有一个欧巴桑嘛，可能知道他是日本人的时候送他水果。是哦，对啊，是他拿的吗？他本来有的水果，还是特地去买？应该是本来就拿的，就可能苹果送他一颗这样。是哦，是那时候认识而已嘛。对啊，也不算是认识吧，只是知道他是日本人就送给他。对。我也有我想起来了，以前跟日本朋友还有台湾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我们因为玩得太开心了，有一点累，所以坐着休息一下。那时候旁边有一个台湾女生，他们听到我们讲日文的时候，他主动跟我们聊天，然后他那个拿很多面包，然后给我们，你们可以吃啊，你们很饿吧？这么好？对呀，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呢，应该3个，3、4个吧，所以吃不下。哇，像面包不用钱。超感动，他很亲切，很热情。对呀，应该在日本的话没有，绝对没有发生这种事情。我想象不出来。对呀，
亲切热情的人，不过不会发生这种事。应该不太会主动送东西给不认识的人吧？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台湾人很亲切，很热情，而且我觉得，因为我住在台湾，所以还是遇到比较没有习惯的事情。不过因为很喜欢台湾人这个感觉，所以可以在台湾活下去，活下去的感，可以好好的过日子。台湾人都会主动帮忙日本人的。不是只有帮忙日本人，本来是这样子吧，帮忙彼此。对啊，互相帮忙，对比较重要。超感谢。感日友好。那以上就是佑他来台湾之后觉得台湾很好的3件事情，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不管是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哦。因为我来台湾留学1年，然后这次的话嫁到台湾已经1年了，所以一开始喜欢的地方跟现在喜欢的地方还是稍微不同。所以经过了再经过了1年、2年后的想法可能会改，可能再变吧。所以那时候喜欢台湾的事情可能会再不一样。对，所以今は经过了2年后最喜欢的台湾的3件事情。皆さんどうですか？じゃあ終わり。じゃあ終わりにしよう。はい、じゃあバイバーイ。拜拜。